今天呢，讲一个流传了2000多年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年轻人叫纪昌。他呀，做梦都想成为天下第一的神箭手，是个名副其实的箭痴。你可能会想，射箭不就是比谁射得准吗？但在古代可不仅是这样。古人把射箭列入君子六艺，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必须掌握的6门功课之一。射箭讲究射以观德，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射出的每一支箭，其实都是你内心世界的倒影。如果你心里浮躁、骄傲，心一乱，箭就偏了。所以射箭其实不是在练手，而是在修心。但年轻的纪昌不懂这些，他只在乎准不准。他知道要当第一，就得找天下第一的人当师傅。当时公认的天下第一神箭手叫飞卫。纪昌翻山越岭找到飞卫的时候，飞卫正在院子里喝茶。他扑通一跪，大喊：收我为徒吧，我想当神箭手。可飞卫连眼皮都不抬。纪昌又叫道：飞卫，快教我怎么当神箭手吧。过了好半天，飞卫吹了吹茶杯里的热气，淡淡的说：你要学射箭，得有常人没有的耐心哦。行，只要能当神箭手，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你回去练眼睛。什么时候你看着飞快移动的东西能做到不眨眼睛，再来找我。纪昌想，好，练就练吧，转身就回家了。怎么练呢？他走到野外，眼睛跟着树丛间的鸟跳来跳去，看久了，两眼又酸又涩，他好想眨眼。不料这一分神，哎呀，小鸟就飞不见了。练了好久，还是不行。纪昌好泄气啊，想着，学射箭好累呀，然后就躺下了。可他又想，但是当神箭手好神气啊，只要把弓拉满，咻的一箭，凶猛的虎豹，再快的飞鹰都能拿下，多威风啊！纪昌回到家，又发奋练起眼力来了。他的妻子正在织布，那织布机的梭子左右飞穿，咔嗒咔嗒，快得像闪电。纪昌躺在织布机下，盯着梭子又东又西，看得两眼冒金星，根本看不清梭子的形状。就这样2个月过去了，纪昌已经能够盯着梭子，眼睛不再酸涩。3个月过去了，眼睛不仅没有酸涩的感觉，那动得飞快的梭子在纪昌眼里竟然慢得像缓缓飘落的树叶。他高兴地跑去找飞卫说：我学会看东西不眨眼了。他等着飞卫教他学射箭呢，谁知飞卫突然手一伸，直直刺向纪昌的眼睛。纪昌定在原地，
连睫毛都没有抖动一下。飞卫放下手，捻着胡子笑了。好小子，练得不错。他觉得纪昌学本事很踏实，说：我正式收你做徒弟，现在传给你第二个学射箭的秘诀，你回去练好了再来见我。是。纪昌叩了头，拜过师傅，就恭敬地聆听师傅传授新的秘诀。师傅说：现在你要学视小如大。什么时候你能把非常小的东西看得非常巨大，再来找我。纪昌听完，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。他回去捉了只很小很小的狮子，用一根长头发绑好，悬挂在窗子下。他就站在窗前，盯着这只狮子。过了几天，小小的狮子看起来大多了。1年过去了，狮子看起来有铜钱那么大了。春天的花开了又谢，秋天的叶子一片片落下，窗外的大雁来了又走。可纪昌的眼里始终只有那只狮子。3年后的一天清晨，纪昌一睁眼，那只微小的狮子在他的眼里竟然变得像车轮一样巨大，连狮子腿上的绒毛都清晰可见。他迫不及待地做了张小小的拇指大的弓，又找了根绣花针当箭，张弓一射，你猜怎么着？箭尖恰好落在狮子的中心，而悬挂狮子的那根细细的发丝竟然完好无损。纪昌欣喜若狂，连忙把这个好消息报告师傅。师傅点点头，笑着说：徒儿眼力练得不错，现在你可以拿起真正的弓了。纪昌的箭法进步神速，天上的雄鹰，草里的蚂蚱，只要他一抬手，百发百中。大家看见了，都赞叹地说：纪昌可真了不起啊，真了不起。其他人附和着说：我想啊，除了飞卫以外，纪昌就是最伟大的神箭手了。这一句话在别人耳朵里是一句夸奖，可是在纪昌心里却慢慢变了味儿。为什么永远都是除了飞卫？除了飞卫这4个字像一滴毒药滴进了纪昌的心里，嫉妒彻底烧毁了理智。他的心里冒出了一个冰冷的念头：只要飞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我就是唯一的天下第一。这一天的黄昏，师徒2人去深山打猎。飞卫远远地走在前面，背对着纪昌。纪昌停下脚步，眼神变得冰冷。他缓缓举起弓，抽出一支箭，瞄准了师傅的后背。箭带着杀气撕裂空气，直奔飞卫的后心。飞卫像是背后长了眼睛，侧身一闪，躲过了。他还以为纪昌射偏了方向，
不料纪昌的第二支箭又飞快地朝自己射来。飞卫这才知道徒弟这箭是冲自己来的，他立刻反手抽出一支箭射向飞来的箭，动作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砰！半空中一声脆响，你猜怎么着？飞卫的箭尖精准无比地撞上了纪昌的箭尖，同时碎裂掉在地上。纪昌倒吸一口凉气，马上又射了一箭，飞卫跟着抽箭张弓，两支箭又叠在一处，断得跟刚才一模一样。纪昌连射了好多箭，但每一箭都被飞卫完美的拦截。这时飞卫的箭壶空了，而纪昌的手里还握着最后一支。纪昌的嘴角露出了疯狂的笑意。天下第一是我的啦！说完，他用尽全身力气射出了这终极的一箭，直奔飞卫的眉心。飞卫依然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他没有躲。就在箭尖即将刺穿他眉心的刹那，飞卫举起了手里的那张没有箭的空弓，手腕轻轻一转，那支气势汹汹的利箭仿佛瞬间失去了所有力量，软绵绵地跌落在飞卫的脚边。风停了，树林里死一般的寂静。纪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他看看地上的箭，又看看师傅那张平静如水的脸。那一瞬间，他心里的极度疯狂傲慢，连同他想要争夺的那个天下第一，全都在这神乎其技的化解中彻底粉碎了。夕阳的余晖穿过树林，把师徒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